欢迎来到 Star News HT 频道，请订阅并分享，以便及时了解当今著名明星的最新消息。任嘉伦不只能演古偶，杀入央视一套挑战质感十足的历史正剧，在今年广电总局看片会上就被专家誉为打破同类题材模式的《风雨潮》，终于在央视黄金档播出了。看首日的酷云实时收视率和爱奇艺热度，《风雨潮》没有让大家失望，为抗战谍战金融剧赛道开了一个好头。必须要说，前4集的剧情密度特别高，一开始放的时间点就是1941年12月7日，也就是香港沦陷10几天前。那时候的港的还是一片安宁，毕竟小日子还没有炸珍珠港开启太平洋战争。从广州来香港的何贤已经是汇龙银号经理，西装革履的拎着包进了早茶店，每一个向他问好的人都叫他贤哥，算是成功人士了。进入2楼包间后，桌面上是丰富的广式早茶，他的2个孩子、夫人都和他问好，一家子其乐融融。其实但极其敏感的何贤当时已经察觉到局势的微妙转变，在吃早茶时就和父亲提出要去澳门闯一闯，为自己的家留一条后路。接下来的剧情没有任何浪费，直接就转到澳门，何贤和朋友向当地政府申请金融许可证。在闲坐期间，他从报纸上发现了日军想靠德国马克搞事的猫腻，然后就是何贤硬核做空，将敌人资金给截胡了，转头用这笔钱救济难民的剧情。必须要说，我看了《风雨潮》的开篇，对这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献礼剧还是很满意。首先从直观的电视剧质感来说，它是严肃类型的金融谍战剧，虽然主演任嘉伦挑起了很多粉圈话题，但是基本上看了开局就知道，这是一部有背景支撑的正剧类型。这点可以从一开始的场景、氛围、细节中看出来。出场的香港早茶店就有那种怀旧广式早茶的味道，其中包括熙熙攘攘聚集的人群，时不时与你打招呼的熟人，和微微有些闹哄哄的环境，这些都在诉说制作方的用心。还有何贤到了澳门后，在码头上看到的具有澳门特色的舞狮捐款活动，地域特征明显。看到这里，我终于相信剧方前期宣传的《风雨潮》剧组为了剧情，还原了1940年澳门的23处历史场景，从骑楼老街到码头船只，从银号账本到角色身上的怀表、算盘，全都是复刻款，年代感十足。在这里真的要给导演杨振宇打 call， 不愧是在《山海情》中干摄影指导的，对这种具有年代感的场景手拿把掐。再配上《风雨潮》的总编剧黄辉，他为这个剧本磨了差不多7年，让我对《风雨潮》的整体水平非常信任。当然，这种用年轻演员做主演的正剧，相对剧情而言，演员的话题度更高，其中何贤的扮演者任嘉伦在这部剧中被审视的最多。我个人对任嘉伦饰演何贤还是比较认可，这个印象是怎么来的呢？首先你去阅读历史上，何贤这个人就是一位有人生经历、有担当、作风纯正的爱国商人形象。任嘉伦的整体感觉是符合这个人设氛围的，尤其在前几集中，何贤有这样一个场景，何贤对着祖宗牌位上香，嘴中说着何氏子孙何贤，父亲在旁边询问朱氏是否对得起天地良心，何贤回答朱氏无违本分，对得起良心。此后他所行之事也验证了这句话，在那个火场里，他放弃了金银珠宝，拼了命也要把储户账本抢出来。在战乱出现了兑现潮时，他为了莫负他人，不仅掏空家底兑付大量存款，还把房产也卖了。何贤确实做到了，商人的账本要记2笔账，盈亏账和良心账。
而任嘉伦的演绎也没有太大毛病。在2月9日角色热度表现中，《风雨潮》中的何贤角色热度排名第1，就可以证明大多网友还是认可任嘉伦的演技。当然，任嘉伦的原声台词一直是有争议的地方。其实我个人感觉，他在古偶剧中用原声不算突兀，但是放在何贤这部剧中确实差点意思。如果当时找一位声音更加板正的配音老师做后期就更好了。相对男主而言，蓝盈莹饰演的小提琴家乔音婉表现一般，她的人设是隐藏的情报高手，但是目前给人的角色感觉有一点拖沓，不知道剧情起来后会不会好一些。从目前首播的状况来看，《风雨潮》这部改编自真实人物事迹的金融谍战剧，热度还是很高，只要后期剧情不拖沓，在豆瓣上个7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